消息传得真快呀，50%，一半一半。然后这儿要遭到炸弹攻击。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米扬机构15年来第一次接到灰色警告。这个灰色警告来自于联合国的安全部门和阿富汗的内政部和情报部门。路又戒严了，过不去了。快落机器，快落机器，快放机器！他是巴米扬省的警察部门的最高领导，没有之一。رفتن که فری کرده بود دیستش خون شده بود این خون ما را راهنمایی میکرد به طرف It gets out and it's hurted. 当时咱们滑出弹仓的时候，也可以把他的手给划开了，所以有很多的血。在办公室里看到他，当时真不知道，他是一个能打下塔利班头目的人，看着并不是那么的健壮，然后就是一个老者，温文尔雅，那么一种感觉。Nothing will happen. 什么事都不会有。Just if you moved outside of Bamiyan, report us. 出了巴米扬就不好说了，在这儿绝对没问题。他说我没时间再陪你开会，你慢慢开，我去抓人吧。当天他跟我说，他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安全做到最高，一定能保证你们和所有在场人员的安全。是。我们从警察局长办公室出来之后，我们在楼道里走，突然就看到一份海报。最后一幅我不是特明白，应该它是毁容之后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可能是不是医生要告诉说要对他多关注一点这种，应该还是讲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可能挺悲惨。这份海报上说的什么？当你遭到家庭暴力的时候，你应该去报警，而不要把自己烧死。这种东西竟然被做成了宣传画，贴在这儿，可见这种事儿在这儿应该是很常见，非常常见。OK， 走。老张在那调试设备，那向导呢就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个住在巴米扬大佛两侧的哈扎拉的老妇人。旁边坐的女人是不让拍的，然后他们会特别刻意的来躲避镜头。当然，刚才我看他们的表情其实是笑着的，他们也觉得是一挺好玩的事儿，但是还是会刻意回避。走吧。他们是20多年前，他们一家就来到这个洞窟生活，所有的门窗都是靠自己手工制作的。就是他们全家居住的这个大概15平米左右的洞窟，实际上是1500年前巴米扬数百个洞窟里面其中的一个。就是说，比如你来这，你会觉得爬上来很累。刚才看你们几个在喘气，真挺辛苦的。但你知道吗？每天我给孩子做饭，我们洗手的水是我到底下那个河里去挑上来的。这就是这个生活，确实很艰辛。先生在巴扎上干苦力，他家里有7个孩子，7个？对，3个儿子，3个女儿，还有一个大儿子。然后的话，他们即便这样，在巴扎上也很难找到工作，还很辛苦，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地方。他说他大概60岁今年，但是当他看到我们到的时候，他立刻就换上了布卡。那我们也问他说他的姓名，他执意不告诉我们。
他给我们讲了哈扎拉人的这种悲惨遭遇。他说，哈扎拉人一直就在被普什图人所欺负，他们的田地被抢走，他们的房屋被强占。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跟我讲，一个普什图人告诉他们说，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阿富汗，哈扎拉人就滚回坟墓吧。所以他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而且就是真的，我看到他习惯性的就是把手就放到了布卡里面去擦眼泪。他回忆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和丈夫孩子就为了躲避普什图人的这种欺负，为了躲避塔利班的这种欺负，他们就翻山越岭的去逃难。也可能是这种逃难过程太辛苦了，所以他几个月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然后也吃不下东西，然后甚至他的孩子因为在长期这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下，甚至疯掉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他一个孩子病得很严重，从精神方面病得很严重，会很恐惧，一说有什么事情，然后就会特别的害怕。他说他一直在过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那他们有没有想过要离开这儿，搬到底下的村庄，或者是houses? The houses price is very high. 房租又太高了，住不起，所以搬不下去。那他 And 这 if 儿 we found money, we buy food, not 我们找到钱是买吃的。那他们在这儿晚上，就是因为我看这儿有一蓄电池，一个太阳能板，对。然后他们是靠着这个来发电的。So for the electricity, are they using the solar panel? السولار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د نه؟ نه از اینکه استفاده نکنید اینجا در بازار پیش کنیم شاید دیگه. 他晚上给我看演示。Thank you. Thank you. عمو یک را بیکن دوباره چیکار؟ یک را بیکن دوباره. خب؟ بیکن رو.这个孩子都特别懂事儿，就刚才我在问他说晚上他们靠什么来照明，然后他妈妈可能就在说，我们就靠这儿特别黑，所以有靠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然后他马上走进来，然后给我演示，把那个电线蹬下来就插在电瓶上，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就亮。یک نیم ساعت دیگه میایم. 比如说，你像我现在接受你们采访，等你们走了以后，外面的村民只要有什么不爽，就拿我开涮，甚至责骂我说，因为我接受了外国人的镜头的采访。他说，我把孩子送去学校上学，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未来，因为他们毕竟接受教育，能有工作机会。我希望他们以后住上非常舒适的房子，有更体面的工作，不要像你该这样一样。然后麦克又追问了他一句说，那你为什么认为他们能够改变，而你不能改变？他说很简单，因为他们接受过教育，而我不识字，所以我改变不了一切。希望他们可以，但这一切取决于他们。我觉得最后这句说的特别好，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他说的确，我相信像你说的一样，没错，知识能改变命运。因为在我看来，识字的人或者是有知识的人，他的视野更广泛，他能看到的更远，他能看到许多我看不到的东西。而我不识字，就像我是一个盲人一样，我会坠入深渊，然后这个深渊深到我无法再爬上来。哎，好难受啊！听完。可以看一下，现在还有很多的大佛的残片，就在这儿。这就是巴米扬现在的样子，可以看到两只佛的脚还在，这两只脚还在，然后这边能看到袈裟的痕迹。哦，真的。这是一条一条非常明显的纹路。对，这就是袈裟的痕迹。赵大佛竟然用了这么大口径的炮，然后这还有地雷，这是反步兵，不是反坦克地雷的。然后这还有很多残破的弹片，爆破大佛。
梁鸿见到他们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是来保护晚上的活动，我也不知道。我们见到局长之后，最后才知道。这位老师傅 ，Mr. Abbas， 他就想，昨天晚上就一直想见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阿富汗最著名的雕塑家阿巴斯。阿巴斯其实在阿富汗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雕塑家。然后我们当时在博物馆进门看到的第一个大幅的雕塑就是他雕塑的，巴米扬机场里那个大幅的雕塑也是他做的。阿巴斯一直致力于大佛的重建，他想把大佛重新建立起来。他在03年、04年找过无数次当时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但是因为当年战争刚刚结束，然后美国人也没有完全的撤离开，所以他的计划也一直未能实现。在博物馆的那张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找到了里面很多的细节来修改我们的图片。To rebuild the sculpture of Buddha, the largest one, this one. 他要建一个5米高的佛，建下来，要告诉世界他有这个能力来重建这个。他最终还是想重建。你昨天让他很开心，刚才我也提过。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谢谢，那谢谢。国家自行车队的，阿富汗国家自行车队的，专门跑到这儿来为我们做表演，我都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没有，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所有在巴米扬的人就把这儿当成一个大的集会，一个节日，然后大家一起在这儿 enjoy， 就特别好。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每个人都很高兴，都很快乐，就够了。Cool, very cool。我想起我当年了，我当年也行，现在可能车就被砸坏了。走，去大佛。费罗兹其实从下午2点钟我们开始准备要去光影还原大佛的时候，就一直在等待。然后他其实也一直很兴奋、很期待的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问他说：“你期待看到大佛重新回来吗？”他说：“我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我不光希望今天能够看到，我也希望明天甚至以后都能够看到大佛回来的样子。”那我们就说：“那你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他说：“我真的只是希望阿富汗能够和平，然后塔利班不会再卷土重来。”真的，他们就帮我做个安全围栏，这人真太好了。租脚手架的施工方一开始给我们要很高的价格，然后呢，就是纯生意，就是生意。但是当我们把机器架起来以后，他们发现我们是来为巴米扬大佛做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又去买了很多的这样的管材，已经超出了他们之前报给我们的将近1倍的量，开始在给我们重新加固这个架子。他说因为我们是来为巴米扬做好事儿的，真是让人感动。老张，可以抄收吗？
在巴米扬，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的就是大佛亮起这一刹那，所有的人欢呼、鼓掌、拍照，甚至学着佛一样的姿势。那时候真的很欢乐。你会去想说，大佛如果一直站在那儿，一直看着这个村子，一直看着巴米扬，一直看着那么美的一个地方被塔利班破坏，他会不会很悲伤？所以当看到大家都很欢乐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反正终于做成了。知道我为什么激动吗？是因为我在阿富汗看到了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屠杀，种族的屠杀，塔利班干的那些坏事儿，然后那个拉着两红手，才8个月大的孩子，所以我才会激动。这尊佛对巴米扬人、对阿富汗人、对全世界都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刚才那佛一亮起来，底下的欢呼声，一下就激动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的地方越多，变得就越脆弱。我觉得今天看到大家的笑脸，然后真真正正看到大佛又站在那儿，值了，所有的努力都值得。孤儿院的孩子们，然后老师带着孩子们，大概有个5、60个孩子们跑过来看这个大佛，在这么晚，真是感动。在阿富汗一开始全是眼泪，没想到要走了就全是笑脸。1, 2, 3， good。我好开心啊！一直在被他们揪着拍照，尤其是你看那些小朋友们，然后每一个都笑得好开心，然后你就觉得你干的所有事儿都是值得。所有喜欢他的人都可以看到他，当然不喜欢他的塔利班依然也可以看到他。知道阿富汗的时候，就是01年的那条新闻，大佛被炸，巴米扬大佛被炸。巴米扬在哪？在阿富汗。是谁炸的？是人炸的。这波人当时就是阿富汗的政府、阿富汗的行政机关、阿富汗的统治者。我就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巴米扬大佛不只属于巴米扬，不只属于阿富汗，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是历史，它是记忆，它是真真实实就在生活中，它就站在那儿。我在第3季里最不想提的其实就是宗教，因为我掌握不好那个度，所以你看我经常会回避所谓的宗教问题。我会去讲我们希望看到历史，我们希望看到文化，我们希望了解丝绸之路。但是我想说的是，信仰其实有的时候和宗教无关。
当你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因为你有了这种信仰，你希望能够把这条路走下去，所以你的内心才会变得强大。所以我更想说，有的时候宗教那不是我能涉及的问题，但信仰我可以。在阿富汗我就没听见过欢呼，不管是什么样的欢呼我都没听见过。在阿富汗我几乎就没见过笑脸，不管是什么样的笑脸，哪怕是假的我也没怎么见过。但是在那儿他们欢呼的那一瞬间，我确实感动了。我特别想说，人至少活着是要有信仰，这跟宗教无关，这只是你内心的强大。走走走，快点！ فرهنگ و کماندان امنی بنیان میخوان این تکنولوژی را رسما و مقامات بنیان تکمیل بدن. This is a gift by the Chinese people to Bamiyan. یک تحفه است از مردم چین و بامیانیا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计划啊，大概准备了有针对这个大活准备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然后还有，我就一定要感谢巴米扬当地的政府批准我们来做这件事，允许我们做这件事。比如说我现在只有一点点担心，担心我们有可能会变成惨案。Okay,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s, gentlemen. This cannot fill the empty place of Salsal, but still is something that reminds us that Salsal is not dead for others. I'm feeling very good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I'm seeing the Buddha, the picture of Buddha here. وقتی من رفتم جاهای خالی بودا رو دیدم اشک من جاری شد از نبودن.我得跟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我们的。